嗨，大家，今天要来织这件有镂空叶子的针织小背心，那适合给已经不想再织一排上针一排下针，想来点小挑战的人。今天示范的线材是春夏线材，以下是今天所需要用到的材料。那棒针的部分是4.5mm，还有一个是3.5mm的。毛线球的话，以尺寸 S 号的大概90克就够了。首先，我们要来织一个样板。那这个样板呢是16的倍数再加2针，所以我们会先织起针18针。18针起完之后呢，先织一行的反针。这个织片是12行一个循环，所以我们反针织完之后，可以正式来织我们的第一行咯。第一针是滑针，接下来是9个正针。9个正针织完后，加1针，再织1个正针，再加1针。接下来织3个正针，然后是减2针。那这个技法的英文是 SK2P Slip Stitch Knit 2 together Pass over the slip stitch。 最后再织一个反针，第一行就完成啦。接下来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很简单，就是第一针是滑针，接下来是一行的反针，只要是偶数的行数，全部都是一样的织法。接下来织第三行，滑针1针，再织10个正针。织完10个正针后，加1针，再织1个正针，再加1针。然后再织2个正针，再来一个 SK2P， 最后织1个反针，结束第3行。第4行第1个滑针，再来织1行反针即可。第5行滑1针，然后 knit 3 together， 就是3针织在一起去做减针的动作。
再来是织四针正针，四正针之后加一针，再织一针正针，再加一针，然后织3个正针，再加一针，再一个正针，再加一针，再一个正针。再来就是一个 SK2P， 最后一个反针结束第5行。第6行则是划一针，然后织1行反针。第7行划一针，然后 knit 3 together。再织3个正针。加一针，一个正针，再加一针，之后织9个正针，再一个反针，完成第7行。第8行划一针，接下来全部织反针即可。第9行划一针 ，knit 3 together， 然后再织2个正针。加一针，一个正针，再加一针，最后10个正针，再一个反针，完成第9行。第10行划一针，再织1行反针即可。第11行划一针，然后 knit 3 together， 再织一个正针。加一针，一个正针，再加一针。接下来织3个正针，然后再加一针，一个正针，再加一针，然后织4个正针。接下来一个 SK2P， 再一个反针，完成第11行。第12行划一针，再织1行反针即可。
接下来先收针，我这边会建议把这12行的织法先都写下来或是画下来，因为这一件衣服就是一直重复这12行的织法，没有加针也没有减针。当然，织片完成了，接下来是准备测量织片的针数，还有尺寸。量最上排18针，总共是几公分？接下来用量尺绕身体一圈，来看你的衣服要做多宽。那我是量腋下的正下方。我的宽度大概是79公分，织片算出1公分有几针之后，乘上身体宽，得到203针。203除以16没办法正除，所以取12，最后再加边边2针，总共194针。请依照以上方法去换算出你自己要织多少针数。那我的是194针，刚刚已经起完了。之后呢，就先织1行的反针。准备织第1行，挑1针，织9个正针，blah blah blah。最后织完一个 SK2P 的时候，先不要织反针，你要再继续织9个正针，做第2个循环，然后留给最后1针去织反针。这边示范一次给你们看。现在在做的是 SK2P， 完成后再重新织9个正针，加1针1个正针的循环，留最后1针再织反针就可以了。这里是最后一个 SK2P， 然后最后1针刚好是反针，完成第1行。偶数行很简单，划1针，再织1行反针即可。接下来第3行逻辑跟第1行一样，就是你要重复16针的那个织法，然后把最后一个反针留到最后1针就好了。这个是织完12行的样子。那我接下来会换另外一个颜色，你们可以用同一款毛线继续织就行了。这是织第2个12行的样子。那这一件衣服我总共织了5个12行，你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长度去做加减。第3个12行完成。再来，这是第4个12行。织完第5个12行后，拿出3.5mm的棒针，
来做收边，织2个下针，2个上针，重复这样的织法，织2行。下一行准备要开纽扣洞，我的纽扣大概是2针的宽度。首先织2针正针，然后呢再收2针，就会开一个洞出来了。收1针，然后再收第2针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正常的照着你之前的织法织即可。跟第1个洞距离大概15公分处，你要再开第2个洞。准备来开第2个洞，首先收第1针，然后再收第2针。接下来就是照之前的织法织完整行即可。接下来最后一行要来收边咯。织到刚刚开的纽扣洞时，你要再加2针回去，加的同时顺便一起收边。加完2针后，只要照原本的方法继续收边就可以了哦。这里一样要加2针，是刚刚前一行开的另一个纽扣洞。接下来要量看看要在哪2个地方缝上纽扣，并且在那2个地方扣上记号扣。接下来可以在刚刚扣上记号扣的地方缝上纽扣。最后打结的地方多打几次结就可以剪断喽。
2个纽扣都缝好了。接下来就是量看看肩带要织多长，量出来的这个长度大概会再扣个5公分左右，因为肩带织出来是有弹性的，反正就是边织边去做长度的调整。以我的例子量出来45公分，那我总共织了大概40公分长。接下来要在织肩带的地方扣上记号扣，那我的方法就只是看我穿内衣的肩带大概在什么位置，然后对照下来，正面跟背面都是一样的做法，就是摸自己的肩带去量相应位置。想要更保险确认肩带位置是不是有对称的话，可以拿量尺来量一下。背面的话，距离边边都大概在5公分左右。那前面的话，距离边边大概在9公分左右。每个人的间距可能会不太一样，请以你自己的为主。接下来可以准备穿线了，由记号扣的地方往外围数5针，在第5针处开始穿线回去，到记号扣的位置。穿完5针后，可以翻面开始织，一个正针，一个反针，一个正针，一个反针，再一个正针。再翻回来，那这一行的织法跟前一行的是相反的，变成一个反针，一个正针，一个反针，一个正针，再一个反针。总之就是这2行交替去织到你想要的长度就可以了。收编完之后，就可以移到背面的记号扣处，把肩带跟衣服的背面缝起来。如果想要确保
肩带的缝合处稳固一些的话，可以来回多缝几次。接下来是结尾的收线。如果你只是用同一款线的话，就只有在最一开始的头跟最尾端需要收线。记得收线要收在衣服的反面哦。收线如果要确保稳固的话，一样可以来回多缝几次。等收完线之后，这件作品就完成啦。蓝色的是秋冬线材，那今天示范的是春夏的线材。纽扣缝的地方不太一样，你可以依自己喜好做决定。